老妈的腿摔断了，你们快来医院，记得带着钱来。由于94岁的母亲出门买菜，不小心摔断了腿，送进医院治疗，需要先缴纳5000块的押金。而50岁的小女儿熊丽却连押金都拿不出，只能向哥哥姐姐们求救。收到消息后，熊丽的5个哥哥姐姐们急忙赶来医院。在得知家中拆迁款最多的熊丽交不出5000块押金时，大家都惊奇地看着他，甚至熊丽3哥还指着鼻子质问道：几万拆迁款你都花哪了？老妈的养老金和我们每月给的生活补贴呢？那么熊丽究竟做了些什么，让哥哥姐姐如此愤怒？她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遭遇？李凤玲夫妇老来得女，生下了小女儿熊丽。她是父母心中的小公主，打不得骂不得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摔了。可想而知，熊丽从小在家中的待遇那是无人能及的。最大块的肉留给她吃，最漂亮的裙子买给她穿，甚至家中唯一的上学名额也是留给她的。熊丽在父母的偏爱下长大，变得好吃懒做，贪图享乐，自私自利。而这样的性格也注定了她非凡的一生。19岁那年，年轻漂亮的熊丽经人介绍嫁给了一名工程师。尽管丈夫工作稳定，家里经济实力雄厚，但熊丽仍然不满足。结婚后，她懒惰成性，不做家务，不工作赚钱，整日逛街买东西，甚至还和多位异性保持暧昧关系。熊丽丈夫在多次劝说无果后，便选择离婚，并给了她14万的补偿。按理说，第一次的婚姻失败应该让熊丽有所清醒，认识到对家庭的责任和对金钱的规划，但她并没有，而是在不到3年的时间就把14万花了个精光。期间，哥哥姐姐们曾劝她为自己着想，买2套房子，至少自己能有个住的地方，但她却根本不听，而是只顾自己的享乐，挥霍一空。没过多久，熊丽又遇到第2任丈夫，对方是做小生意的，虽然经济上比不上第1任丈夫，但婚后也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然而婚后不久，丈夫也耐不住她的一身公主病，游手好闲，骄奢淫逸，最终选择离婚收场。10年光阴，熊丽经历了2次婚姻，她也到了而立之年，年轻貌美已不再是她的优势，于是30多岁的她选择了一个普通工人结婚。可是习惯了锦衣玉食、穷奢极侈的生活，熊丽根本适应不了这种节衣缩食的日子。过了几年委屈的日子，她便提出离婚。而此时年近50岁的熊丽，一没有工作收入，二没有房子可住，思来想去，她只能回家和母亲住一起。在外人眼里，熊丽是个孝女，回来照顾年迈的母亲李凤玲，而实际上邻居们却可怜李凤玲。平日里，老太太身体还算健康，收拾房子，上街买菜，洗衣做饭，里里外外把女儿的生活照顾得很好。而熊丽依然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过着公主般的生活，这让哥哥姐姐们感到气愤。然而更让他们感到不公平的是老房子拆迁款分配之事。原本家里有6个孩子，按理说房子拆迁款应该平均分配，然而李凤玲这一次又对小女儿偏心了，除了拆迁款多分配给熊丽几万块外，还多给了她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。李凤玲的做法让孩子们寒心，甚至大女儿忍不住愤怒道：这样好吃懒做的人，你还向着他，给他再多的钱也会败光。但李凤玲却护着小女儿，表示这是我的钱，我愿意。不出所料，熊丽只用了2年的时间，就花光了那些拆迁所得的钱，之后就靠着哥哥姐姐们给母亲的补贴过日子，因而此次母亲摔断腿，连5000元押金也付不出来。最终李凤玲5个子女协商决定分摊此次母亲住院的治疗费用，但前提是熊丽搬离母亲，独自生活。固然李凤玲对小女儿的偏爱是出于母爱的本能，但这种偏爱的尺度要把握好，否则必定会毁了女儿的一生。都说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，父母疼爱子女，就应当为孩子考虑长远，教会他们生存的本领，做人的道理，这样才能让子女立足社会，成为有用的人。